中国选手中国观众所要看的这场比赛了。10胜的一个战绩。对呢，作为别人家了，17岁才开始在他自己的梦想，作为跟他一样的。 Coming up is 3 5-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,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. Unleash the Beast. Introducing first, out of the blue corner, training out of T-Rex MMA and Tough Guys International,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14-5.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, Drex T-Rex Zamboanga.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, out of the red corner, training out of a Chengdu Ashura Fight Club,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15-5. Representing China, the Ghost, John Ray! 好了，比赛现在开始。那么跟上一场比赛也类似，两位选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黑色为底色的短裤。那陈瑞的是带着一灰色的这个道，对手呢三宝岩是带着绿色的一个 logo 来区分，还是靠手上的手带。三宝岩，德瑞克斯三宝岩是蓝角，陈瑞是红角。这扫踢，在体格上啊。 因为差距大，对方的身体解析度够好一点。陈瑞的后手直拳，扫踢，相对于上一场比赛，这场比赛节奏明显快了很多。后手，陈瑞小心脚底盘，在进攻的时候别了一下。陈瑞的两手拿起来。 在朝着对方的前侧手的外侧进行移动，后手的直拳。哦，换了一拳，一个重击，陈瑞要小心保护自己。三宝岩的战力是非常出色，而且在这个级别他的暴击能力也不差。 对方前手拳刺空的同时，陈瑞在打反击，前手刺拳。陈瑞从脚步往对方的外侧旋转，现在开始往对方的内侧，跟对方打对攻了。后手的勾拳命中。德瑞克斯前手的刺拳，陈瑞前勾后直，把对方顶在绳脚里。由于四角擂台呢是存在4个死角的，这4个死角如果可以利用好，对选手来讲也是能够增加效果。 前手打斧，横扫抱腿，陈瑞防摔把对方推开，不错。要小心保护4盎司的拳套，对选手的预判能力要求是很高的。 陈瑞脚下有点着急啊，有些慌。第一次来到这个擂台，这个是难免。打斧中了，再中，后手直拳，对方靠在绳脚里。德瑞克斯三宝岩有个习惯啊，他前手出拳如果打空了，他会侧身，再次命中。陈瑞迎击打招了，德瑞克斯三宝岩想抱摔，抱腿没成，抱腰。陈瑞压胯压得很好，现在内把位拿到50-50的把，打斧左右摆拳击倒了。陈瑞
把对方推开，地面砸拳要终结吗？地面的砸拳，连续的砸击，德瑞克斯三宝岩尽可能想爬起来，被顶膝了，拥有摆拳打服。这个德瑞克斯三宝岩真能扛，因为这一波的输出之后啊，相信德瑞克斯三宝岩被消耗的非常大。对方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他总是有点侧身，甚至背向陈瑞。对于陈瑞来讲是个好的消息。后直再来，德瑞克三宝岩我觉得快，这个挂裆他一定会利用规则，裁判并没有叫停，所以对于德瑞克三宝岩来讲必须要继续打，这个17秒。单腿。防摔防一下，自己体能也是打到了一个瓶颈，扛一下，对方的头是顶在陈瑞下巴上，这样陈瑞不能低头。好，翻过来，31秒的时间，推对方脸，然后抱摔已经没劲儿了，三宝岩现在已经靠过这一回合。虽然呢门赛是没有单回合判定，但这一回合妥妥陈瑞拿下。一波给对方拿，觉得在眼神中啊看到的是德瑞克斯三宝岩对自己有一些失落。这个第一回合是被陈瑞压着打，而且他因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出了前手之后呢，会把后背有一瞬间给对方，所以陈瑞抓住这个机会的连续输出的效果很好。Hold on. Back. Ready. Ready. Go. 哎呦，前手先换了一个，被对方迎击到2个了。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节奏。三宝岩想要尽快的把优势建立回来，陈瑞跟对方撇打斧。我觉得三宝岩的体能和整个心劲儿已经下去了。贴腿想摔，因为是挂绳圈，挂绳圈，再次。刚才是腿挂在了绳圈里边，那为了选手的安全啊，刚才是有一个违规的动作。600。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，第一回合压得太紧，两个人的体能消耗都很大。我觉得德瑞和三宝岩应该更难受一点。调整一下，换个架。第一下打得非常快，看他那个后眼或者和右眼有点挣钱，被陈瑞输出。连续的后
都没打到，陈瑞的输出也没打到。哦，又是前手。陈瑞两边架切换，又是在正面。小的问题，目前连续进攻呢，被对方赢了一下。如果纯粹的在判定比较静态的对攻状态下，对于德国3宝岩来说，纯粹的把这个局面打乱，在乱战里会更展现一些。陈瑞的拳法的输出力度，包括拳腿的连击能力更强。把陈瑞打开。这个体能出现了小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松一下。哦，被对方所谓的摆拳命中，这小拳套啊，你做趋避防守效果是很一般的。陈瑞的侧闪，躲开了，躲开近身。两个人现在体能都不太好，状况都不太好，谁能把这个牙咬到最后，是大王岩在冲爆，冲爆的能力并不是很强，整个人的反应是慢下来，觉得这3宝岩有机会啊。顶膝，挡住，不接了。刺拳，可是3宝岩的右眼已经有点疯了。只能舍身了，舍身的同时被对方摔了一下，还好，刚才这对方侧压的时候呢，是选择站了起来，就抓了一个机会，对方的控制也没到位。哎呀，刚才这一下非常的惊险。是比赛的第2个回合，两个人的体能第2回合都不太好。根据万冠军赛的比赛规则呢，这个是累计判定制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第3回合的表现，才能知道谁可能离胜利更近一点。我觉得两位选手在第1回合的表现就没打算这个压掌后手之拳，对手的这个前手，这第1下每个都很快。选手可能都没打算打第2回合，所以第1回合比较比较顺。看一下最后的1回合。连续2拳被命中，陈瑞再往后退，格雷克斯3宝岩的迎追，再中一拳，陈瑞还是要把手拿起来，要注意自己的防守啊。抱腿，摔倒了。陈瑞虽然抓着对方做一个断头，这是一个带臂断头，没有。在蝴蝶的这个位置，刚才的第2回合最后的时候被对方摔了一个侧颈压制，但是很快站起来。现在的这个位置，陈瑞最好的选择应该也是往起站。现在在蝴蝶的这个位置，但后背是在被对方顶在地面上的，所以也没有太多进攻。
在对于德瑞克三宝岩来讲，上位的输出和压制都会被看作判定的依据，而下位的陈瑞，除非有很好的下位打拳，或者趋近于降服的降服技术，才有可能被列入判定依据。十字过，没成，三角又搭的低了，被对方 double under 双下把位过腿，现在陈瑞被侧压了。而且自己正好是在绳圈的边角上，而且趋近于绳角的位置。对于陈瑞来讲，这个位置不好，自己的后背位置和往上的位置都是有限的空间。德瑞克三宝岩顶膝，哦，吸到了头，陈瑞翻起来，而且拿了一个下把。三宝岩再次把把让出来以后，抱了陈瑞的腰，陈瑞想扶着绳角站起来。2分45秒的时间。根据万冠军赛的比赛规则，越趋近于终极的出色表现，它越可能会被判作有效的依据。又抓龙，抓绳圈，对，会影响他的能力。这个裸脚没有控制身位，所以没有，算是站起来，还有2分17秒，时间还够。有点偏了，直接打锁打中了。三宝岩现在站立上不太愿意跟陈瑞来对攻，所以他选择了低位。陈瑞刚才试了一个 Bravo Choke，没有成功之后是放弃了，小心这个腿被拉住了，进入地面，再次被抱摔，1分50秒。陈瑞上一次从地面上躺下到站起来是花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。现在的陈瑞是在一个半防的位置，想要往起翻，喘了一口气，而且陈瑞小心自己的左手啊，被对方抓住了，这样的话有机会手臂三角脚。对方没有抓到特别深，我觉得这个手还能出来，没错，还能出来。对，手撑地，坐着起来，对方是没有松这个把，从上位勾过来的腿，其实威胁不是特别大。陈瑞还是要注意对方的手的位置。对于德瑞克三宝岩来讲，他希望把这个比赛在这个体位下打完，这样的话他是以一个优势体位结束。2勾进了，这样的话，对于陈瑞来讲，目前不被降服，对于陈瑞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现在把体重压在对方的身上，这个应对也是没毛病的。看看这个裸脚，不要往自己的左侧躺，没错，尽可能往自己把脸朝向自己的右侧，往自己的右侧躺。对方换进攻手了，要注意自己的防守方向。这个带地的裸脚应该是没了。三宝岩是选择了打击，两人想要把最后的这10秒，哦，十字过，哎呦，差一点儿。比赛2个选手是拼尽了全力，这个陈瑞的第1回合呀，拼的非常凶。来看一下吧，因为半冠军赛并不是一个靠分回合判定来决定选手胜负的一个比赛。这场比赛的第3回合，德瑞克三宝岩的2次成功抱摔是给他取得了比较多的优势。那第1回合陈瑞的多次打击压着这个德瑞克三宝岩也是给他取得了优势。所以第2回合，对于裁判的印象和最后时候德瑞克三宝岩把陈瑞压制住以后，究竟能在裁判的心里面取得多少权重，这是个问题。
来听一下官方的判定。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. Ladies and gentlemen,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,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' scorecards. Judge number 1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Ray. Judge number 2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Zamboanga. And Judge number 3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, Chen Ray. 这样的话，陈瑞是以分歧判定啊，这个非常接近的方式，最终拿下了比赛。德维克斯三宝岩和他其实2个人打的是很接近的。这场比赛，陈瑞的第1回合应该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。